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惯于挥舞人权大棒，颠倒黑白，喋喋不休地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周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一些西方国家借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攻击指责中国。与此同时，60多国作共同发言支持中方立场，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讽刺的是，自诩人权教师爷的加拿大，近日被爆出在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中惊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这一发现震惊了国际社会。中国代表多国在本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对于加拿大牵头在人权理事会与人权高专对话期间就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做共同发言，并计划联合G7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发布公开信，要求人权理事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新疆所谓侵犯人权行为与种族灭绝迹象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连续2天指出，白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代表65国做共同发言，强调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此外，海合会6国致函支持中方立场，20多个国家准备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和呼应中方。90多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发出了正义的呼声，这也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人心向背，少数西方国家热衷于编造、炒作、涉华谣言，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目的是打压、遏制中国，阻碍中国发展进程，这注定是徒劳的。我要正告这些西方国家，中国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就是加拿大的抹黑是改变不了事实的。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国家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说明我们做的是对的，然后西方呢是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事实上，长期以来，加拿大自封人权判官，热衷扮演人权教师爷，却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视而不见，避重就轻。6月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历史月，然而这个本该致敬和缅怀北美先民的月份，在今年却充满了哀伤、愤怒和谴责。原因是5月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惊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其中最小的孩子年仅3岁。这一发现震惊了国际社会，给加拿大种族灭绝再添铁证。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蒋端公使代表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等国在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就加拿大人权问题做共同发言，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We call for a thorough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into all cases where crimes were committed against the indigenous people, especially the children. We urge Canada to immediately stop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同一天，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的因努伊特人议员姆米拉克·卡卡克在下议院的讲话中，声音颤抖地描述了加拿大原住民恶劣的住房和生活条件，政府又是如何手染鲜血地对待原住民。由于受到迫害，族群里的高自杀率令他心惊胆寒。而卡卡克作为一名年轻的原住民女性，在加拿大政坛中也背负巨大压力。由于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她时常感到害怕和不安心。Today is 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Day. It should be a day of celebration of culture and history, but I am filled with a tremendous amount of sadness and anger. There is nothing to be proud of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is institution. In fact, you should all feel extreme shame. I feel shame that Inuit are continuously being denied the right to live,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加拿大山峰时报以卡卡克的演讲唤醒沉睡中的加拿大为题的报道指，他的这段发言应当被加拿大政治史铭记，因为如此关键和重要。迫害原住民并不是加拿大近期爆出的唯一人权劣迹。4个月前，另一桩骇人听闻的丑闻同样让这个国家颜面丢尽。加拿大媒体爆出，多名军队高级将领因性侵丑闻遭到调查。
加拿大国防部向议会提交的相关数据显示，仅在2016年4月到2021年3月这5年时间里，加军方就收到581份性侵犯报告以及221项性骚扰记录。加拿大不仅没有悔改，也没有勇于承认错误，并关心自己的人权问题，更何况说别的国家的人权问题。第二呢，就说明人权呢在加拿大手里用来对他国进行攻击、进行打压的一个工具，可以说将人权这种武器化，然后工具化。有观察人士指出，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有数不尽前科的加拿大，之所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带头抹黑中国，其实离不开美国的背后撑腰。此前，由于特朗普热衷于在国际上频繁退群，美国政府也于2018年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导致现在美国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自然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于是找来盟友加拿大充当恶滑马前卒。加拿大呢，想通过这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种多边平台批评中国呢，来取悦美国，然后向美国展示自己跟美国是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理念，来争取美国对自己的支持。所以呢，加拿大这2年呢，拼命的在系列问题上充当美国的打手，然后来向中国施压。美国指使加拿大借人权问题攻击中国的做法引发各方不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日前接受采访时就直言，美国无视自身侵犯人权的问题，却带着偏见批评他国人权。萨克斯教授所谈，反映出一个客观现实，那就是长期以来，美国一边自诩人权楷模，一边无视自身触目惊心的人权记录，肆无忌惮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将人权作为维护自身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赵立坚还以美国采尔萨种族屠杀为例，阐述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罪行。面对上述斑斑劣迹和累累罪行，他们有什么资格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我们奉劝这些国家好好照照镜子，深刻反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本国严重的人权问题。